上期说到，就在我们以为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今天反转发生了。油画里的女人根本不是伊藤俊二的家人，而是隐藏在画中的邪恶女鬼。而此刻，一个浑身是血、披头散发的女鬼出现在2楼，手里拿着滴血的刀，正一步步朝我们走来。门被封死，窗户打不开，我们被困在别墅里。面对即将降临的恐怖女鬼，我该怎么办？方才我们2个所见到的那个女鬼已经从2楼楼梯的转角处走了出来。这只女鬼面目狠厉地看着我们，踩着台阶，举着翻刀，一步步走了下来，还咧着嘴冲我们桀桀地笑着。随着女鬼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我的心脏也愈发剧烈地跳动起来，视线紧紧锁住了那女鬼的双脚。1步2步，就在女鬼踏入阵法之后的下一秒钟，我立刻伸出手臂拉住了罗琳，拽着她便跳出了阵法之内，同时对着手机大喊道：张默！下一刻，张默低沉的念咒声立刻从手机里传了出来。轰！伴随着张默的念咒声，一道火墙猛然从阵法所在的地方烧了起来，直接把我们和那女鬼相隔开来。有了那道火墙的阻隔，阵法中的女鬼似乎不敢乱冲，而是不停地沿着火墙不断地转动，时不时对着我们这边发出凄厉的尖叫声。四九，你们没事吧？听到手机里的声音，我立刻回道：没事了，那女鬼被困住了。该死的！听到我这么一说，电话里的张默似乎有些失望。如果是寻常的鬼物，这阵法应该可以直接将它化为灰烬。照这么看来，这女鬼的确是诅咒召唤出的鬼物无疑了。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最迟1炷香的时间，那女鬼就会从阵法中脱身了。1炷香的时间这么短呢？我开始产生了绝望感，冲着电话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消灭他们？很抱歉呢。电话那头，张默沉默了许久，才对我们说：四舅，我现在真的想不出什么办法，除非我们能找到这女鬼生前的尸首所在地，在她的尸身上做法，否则的话，就算我和你在一起，也一样是束手无策。可我连这个女鬼到底是谁都不知道啊，怎么可能找到她的尸首呢？不，你仔细听我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幅油画上的女人并不是伊藤俊二的家人。既然如此，那么她会出现在油画上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有人利用某种术法将这个女鬼禁锢在了油画里面，另一个可能性则是伊藤俊二在绘画完这幅全家福后，那个女鬼自己附身在油画上，而将灵魂禁锢在物件之上的法术早就已经失传了。台湾这种偏远之地更加不可能有人会这种术法，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情况更有可能是后者，也就是说，这个女鬼是自己依附在了油画上的。我大惊道：自己依附？这有可能吗？有可能，虽然这种情况极少，但历史上龙虎山的确遇到过1、2起类似的事件。只不过在那些事件中，被依附的物品并没有变成诅咒之物，而只是普通的被鬼附身了的情况而已。物体被鬼魂依附之后就变成诅咒之物，这种情况却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有类似的记载。顿了一顿，他继续说：我刚才说的已经是我目前为止唯一能想到的这幅油画变成诅咒之物的可能了。如果是前一种可能的话，那这一次你恐怕就在劫难逃。但若是最后一种，那这个女鬼的尸首应该就在别处附近。因为普通情况下，人的灵魂就算变成了鬼物，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尸首太远的距离。那这个距离究竟会有多远呢？电话那头忽然陷入了沉默。在我几乎以为是不是信号断了，喂了几声之后，才听见张默回答道：大概几十公里的距离吧。几十公里？我几乎要破口大骂起来。眼下张默的镇邪阵法最多也只能再困住那只女鬼10几分钟的时间。
他却要在一个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寻找这女鬼的尸首。莫说眼下张默和林千怡远在日本，我和罗林又被困在别墅里，能够帮我们去四处寻找女鬼尸首的就只有外面的三胖一个人。就算是我们人员齐备，想要在这么一大片区域中找到那女鬼的尸体，恐怕没有1周的时间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他的建议原本就只有50%的概率，因为如果这幅油画是被人刻意变成诅咒之物的话，那女鬼的尸体也就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任意一个角落里。因此综合考虑下来，张默刚才虽然说了这么多，可能让我们脱离眼前危机的可能性却根本为0。想到这儿，我此刻的内心就充满了绝望感。我想我恐怕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只可惜这一次不但我自己要死，还要把罗林也给牵扯了进来。要不是我们这次弄错了鬼物的身份，罗林明明就不会和我一起被困在这里。对不起啊，阿林。我转过头正想要对罗林道歉的时候，却忽然发现罗林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下一秒罗林便突然转过头望向我，与此同时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道：四九，我可能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呀？我疑惑地说：这个女鬼的尸首，我想我可能知道她的尸首在哪里。不仅是我，就连电话里的张默在听到罗林说的话之后，都与我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你知道她的尸首在哪儿？如果罗林说的是真的话，而那个尸首又距离我们不远的话，或许我们还真的有一线生机。于是我再度追问道：阿林，你真的知道这女鬼的尸体在哪里吗？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不，听我这么一说，罗林的脸上却露出了迟疑的表情。我只是想到一个可能性，并不能肯定。罗林的话让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不过电话那头的张默却喊道：罗林小姐，眼下就算只有1/1000的可能性，你们也得试一试啊。对，张默说的对呀。我也对罗林说道：阿林，左右也是一死嘛，你就快说说你想到的到底是什么吧。罗林也下定了决心似的对我们说道：我以前参加过一个台湾民俗综艺节目，里面有一期曾经是介绍台湾本土原住民的葬礼文化。我记得当时节目就曾经介绍过高山族的一些族群崇尚室内葬，他们会在死者死后让尸体采用蹲居姿势，然后家人再用布包裹扎进亡者，并在自家屋内挖一方洞，垂直放入，最后再用土石块填平。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打断道：阿林，你等等，你说的这些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关系吗？当然有了，罗林紧张地说。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们，这栋别墅原本就是伊藤俊二强占了原住民的土地盖的吗？其实伊藤俊二强占的并不只是原住民的土地，还有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的家。当初他是直接把一处原住民的房子推倒之后，在原址上才建成这栋别墅。我忽然好像有些猜到了罗林的想法，如果他方才说的是真的，这栋别墅是盖在了原住民的房子之上，而在这栋原住民的房子里，那些原住民又曾经下葬过一个自己的亲人的话，那岂不是说我们需要找到的这个女鬼的尸体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等等，想到这儿，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件绝望的事情，那就是如果事实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我们的处境可能反而会更加绝望啊！因为罗林家的别墅切开外面的花园，仅仅是别墅本身的占地面积就在300平米以上。现在我们一没有工具，二没有时间，就我和罗林2个人，怎么可能撬开脚下坚硬的地板，然后找到埋葬在地底的尸体？但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
罗琳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四九，你还记得我们脚下的地下室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埋葬了尸体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在那下面。这怎么可能呢？我刚想否定罗琳的猜测，电话里的张默却忽然说道：不，他说的有道理。四九，我记得我和你说过，当初你们看到过油画上的伊藤俊二动了起来。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鬼物是那个高山族女人，那为什么画上的伊藤俊二却也会动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警告我们，真正的杀人凶手是他身边的这个女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接着问。你听着，这是我的猜测。从我在墓地施法后能够感觉到伊藤俊二的鬼魂被召回墓地来看，他的鬼魂应该当初也是因为某种原因在禁锢到了油画上，而如果禁锢他的人是那个女鬼的话，那伊藤静二想要警告我们的理由也就有了。他其实一直在希望有人能制服这个女鬼，从而让他的灵魂得到自由。既然如此，那我想伊藤俊二的警告或许不止让他的画像动起来这一种方式，或许他还改变了油画里的其他内容。油画里的背景？我张口回答道。难怪当初林千怡在看到那幅油画时就曾经对我说，他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把全家福的背景设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下室里。或许这幅油画在当初绘画的时候，里面的背景其实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伊藤俊二的魂魄被禁锢在油画里面后，便把那背景改成了地下室，而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提醒别人那个女鬼的尸体的位置。没错，就是那里。电话里的张默也如此对我吼道。想到这里，我立刻便朝着正厅的餐桌跑了过去。罗琳也反应了过来，两个人同时协力将餐桌从地毯上搬走。但是就在我们把地毯掀开，刚刚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木门的时候，不远处的火光突然停歇了。我和罗琳惊恐地回过头，正好见到那女鬼从阵法中走了出来。即使张默已经低估了那个阵法能压制住女鬼的时间，可实际上阵法对女鬼的限制作用却远比他还要想象的少得多。从阵法中走出去之后，也不见那女鬼有什么动作，一阵强风立刻便从我们的面颊上吹过来，紧接着刚刚才被我们挪走的餐桌就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所牵引着一样，猛地砸向了我们。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罗琳已经被餐桌顶翻在了地上。阿林！我大叫一声，跑过去蹲下身子，刚想把罗琳从地上扶起来，忽然便感到脖颈处一片冰凉。回过头的时候，才发现那女鬼竟然已经距离我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那个女鬼脑袋就这么居高临下的贴在我面前，正以怨毒的表情紧盯着我。那双充满怨毒憎恨的眼睛，即使在很久以后我也不会忘记。我当时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罗琳还倒在地上，而在被我拉开了距离之后，那个女鬼的视线已经转而盯向了他。糟了！眼看那些女鬼已经举起了手里的翻刀，即将朝着罗琳砍过去的时候，我来不及多想，下意识的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张默留下的写满符文的黄纸，也不仔细去考虑这东西究竟有没有什么用，抓着符纸便从女鬼脑袋上按去。出人意料的是，我的手虽然直接穿过了女鬼的脑袋，但手里的符纸却好像被粘住了似的，就这样贴在了女鬼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效。可女鬼却像是触电了似的，浑身开始痉挛起来，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尖笑声。见状，我立刻拉起罗琳，将她塞进了已经打开的地下室里。去地下室找到那个女鬼的尸首，这是眼下我们唯一可能活命的选择呀。既然连张默的阵法
都无法对那个鬼有效。我也没想过光靠这些符纸就能消灭这只女鬼，所以我们唯一的机会就只有方才罗琳所说的地下室，只有在那里找到女鬼的尸首，我们才有一线活命的机会。所以哪怕明知道只要我们钻进了地下室就再也没有退路，我也必须活出性命，搏上一步，在绝望当中寻找出一丝希望。尾随着罗琳进入地下室，这里依旧和以前一样空空荡荡的，可一想到那个女鬼的身体就可能在我们脚下，我就感觉有些不寒而栗。在罗琳老爸的那堆园艺工具中翻了一翻，找到了一个铁锹，在手里掂量了一下，便问罗姨：阿林，高山族人的室内葬一般会在地底挖多深呢？这个地下室本身就有2米多的高度，再加上这木板的宽度。不等罗琳给出答案，我已经替他算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挖1米左右的深度，差不多就能够找到那个家伙了吗？罗琳点点头，又担忧道：可是因为是让尸体以跪姿的方式入土，葬洞的大小并不大，光是这个地下室的面积应该就能同时挖出6、7个葬洞了呀，不就是6/7的概率吗？或许我们运气好，一下子就能找到了呢。我笑着安慰了他一句，随后便举起铁锹，猛地朝着脚下的木板砸了下去。地下室的木板因为年代久远，或许早就已经被一些虫类给蛀空了。我手里的这几十斤沉的铁锹砸下去，就好像是用斧头砍柴一样，轻轻松松便把木板砸了个通透，露出下面黄黑的泥层来。这时候罗琳也从工具堆里翻到了另外一把铁锹，他来到我身边，看着地上那层厚泥，对我说道：四九，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点点头，正准备开挖，却突然察觉有些不对劲。方才楼上一直保持着的那一声女鬼的尖笑声似乎已经停止了，难道是她已经从符纸的效果中挣脱了吗？想到这儿，我立刻暗道一声不好，扔下铁锹，一边叮嘱罗琳继续挖，一边如同灵猴一样敏捷地爬上了梯子。半个身子刚探出地下室，我就看见面前有一对绑着红布的小脚，正缓缓朝着我这边走过来。再抬起头一看，正是那个女鬼，她果然已经挣脱了符纸，开始朝着地下室这边过来了。见势不妙，我立刻缩回了地下室，刚把木门关上，便感觉到有一双手想要拉开木门。我先被吓得一愣，之后便惊叫着一把抓住了木门内侧的把手。在我握的一瞬，我很清晰地感到了那股想要把门打开的力量，丝毫不亚于一个大力士。我自己几乎是耗尽所有的力气，再加上把自己都吊在了门上，才能勉强把门给死死拉住，不让它被外面的东西打开。但尽管如此，大约持续了1分钟左右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子竟然正在缓慢地往上升。我头顶上的那道木门正在完全无视我的努力，缓缓地打开了。而在已经打开的门缝中，一只血红色的眼睛正用怨毒的眼神紧盯着我。我当时差点忍不住叫出声来，但为了不让身后还在挖土的罗琳分心，只能强行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同时脑子里快速思考着对策。对了，我口袋里不是还有一叠符纸吗？我记得张默曾经说过，这些符纸也有许多辟邪的作用啊。刚才我能用符纸暂时制住女鬼，就说明这些符纸对女鬼还是有作用的。想到这儿，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纸，在舌头上舔了一下，便贴在了木门上。果然，符纸方一接触到木门，立刻便开始燃烧了起来。与此同时，从门上传来的力量也减少了1分。唯有一些遗憾的是，这区区一张符纸，不过燃烧了几秒钟之后，便已经化为灰烬。不过好在我口袋里的符纸还有不少，看到符纸有用，我立刻又拿出一张，继续朝着木门贴了上去。紧接着又是一张。
在我用符纸拖延时间的同时，罗琳也在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挥舞着手中的铁锹，奋力地挖着地面。就这样又僵持了几分钟，我口袋里的符纸眼见已经要全部用光了。我瞥了一眼罗琳那边，发现他已经挖出了2、3个浅坑，只是那些浅坑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尸体的痕迹。难道说我们这一次又猜错了？那个女鬼的尸体根本就不在这个地下室里。就在我手上只剩下了最后3张符纸的时候，突然间地下室里传来了一阵扑鼻的恶臭。伴随着这股恶臭，罗琳的惊呼声也在我身后响起。四九，这是……我回过头，看到罗琳正捂住了嘴，惊恐地看着他的脚下。他脚下的一个浅坑里，一个发黄的布条从泥土里露出小小的一角。那个东西莫非是……我来不及细想，一把拿起最后3张纸符，在舌头上抹了一下之后，便一股脑的全都贴在了木门上。紧接着我就从梯子上跳了下来，冲到罗琳身边，拿起他的铁锹，加快速度挖了起来。这一块区域的泥土很松软，所以我挖的速度很快。随着泥土的减少，一个被白布条紧紧包裹住的东西也浮现了出来。当我正在拼命挖掘的时候，木门那边的火光已经彻底消失。砰的一声，2片木门在一股大力之下飞出了地下室。那个女鬼的身影一下子就从上面跳了下来。看到那女鬼已经进来了，我的牙齿都在剧烈的抖着，但我没有泄力，依旧在拼命的挖着。终于，就如同罗琳所说的，一个被布条紧紧裹着的东西彻底从土里冒了出来。从外表上看，这东西虽然完全被布条给包裹住了，看不出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在轮廓上却的确和一个跪坐着的人影有几分相似。我用铁锹在这布条上死命一砸，便砸出了一道口子。透过那道口子，一颗白的阴森的头颅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被布条包裹着的果然是一具尸体。只不过我还来不及喜悦，就听见耳边传来了罗琳的惊呼：四九！我猛地回过头，却发现脖子已经被一只手臂给抓住，眼前出现的是那女鬼狰狞的面孔。那女鬼虽然只是紧紧抓住了我的脖子，可我的手脚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缠住，连挣扎的动作都做不了。非但如此，我更是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呼吸，就好像那女鬼抓住的不仅是我的脖子，还有脖子里的气管也被她死死地卡住了似的。这一刻，我能清楚感到自己生命的气息正在飞速地流逝着。就在我弥留之际，我模糊地听到罗琳的喊声：放开他，你这个妖怪，放开四九！转动眼珠，我看到罗琳正站在那女鬼身边，毫无惧意地用铁锹一次次地砸在她身上。然而这女鬼明明抓住了我，可铁锹砸在她身上，却好像是砸在了幻象上一样，轻易地穿了过去，半点作用都没有。反倒是当那女鬼转过头瞪了罗琳一眼之后，后者就好像被铁锹砸了一下子似的，整个人凌空飞了起来，撞在墙壁上，不省人事。不过罗琳的奋不顾身绝对不是毫无作用，因为就在他被女鬼击飞的同时，女鬼紧紧地抓住我脖子的左手也松了开来。扑通一声，我一下子跪倒在了女鬼的脚下，四肢总算恢复了力气，大口喘着粗气。等我好不容易有些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眼角却注意到那女鬼已经站在了昏迷不醒的罗琳身边。只见那女鬼一只手抓住了罗琳的脑袋，另一只手则平举着翻刀，将刀刃贴在了他的脖子上。只要再轻轻动一下手腕，罗琳
恐怕就会如同之前那些被女鬼杀死的死者一样，被割喉而死了。生死瞬间，我那翻滚的心情却忽然平复了下来。接着，我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特殊的符箓，右手则点燃了一个打火机，同时鼓起勇气吼道：“那个丑八怪，看看这边！”在那女鬼回过头来的那一刹那，我已经点燃了手里的符箓，同时一把将它摔在了那具尸体上。被点燃的符箓落在那白色的尸体上，忽然轰的一声炸了起来。明明只是一张符纸，却有着近似燃烧弹一样的效果，瞬间便将整具尸体包围在了火海之中。而几乎就在同时，那抓住了罗琳的女鬼也一下子后退了几步，随后身子猛地一顿，紧接着一道乳白色的火焰便从他胸口由内而外冒出，短短几秒之内便将那女鬼烧得不见踪影。而就在那女鬼消失之后没多久，地下室的灯光忽然亮了起来。突然亮起的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等我从短暂的失明中恢复的时候，耳边传来了三胖的惊喜交加的声音：“四九，门可以打开了！四九，你们人在哪儿啊？里面有没有事啊？啊，你不说话，我可不敢进来呀！”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别墅紧锁的房门重新开启，熄灭的灯光再度绽放光线，这一切都是屋子里的灵异力量消失的迹象。换句话说，那个从油画中走出来的女鬼已经被我消灭了。四九。正当我心生感慨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罗琳好像醒了过来。我走过去将她扶起，随后便将把诅咒已经化解的好消息告诉了她。我本以为听到这个消息，罗琳一定会欣喜若狂，可谁知道她竟然扑到了我的怀里，就大哭起来：“四九，谢谢你，谢谢你呀！我刚才真的以为我们都要死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本想推开罗琳，但是却被她死死抱住。我一边看她在我怀里哭的一个梨花带雨，一边又闻到了那悠悠体香扑鼻而来，一时间竟然完全有些手足无措。更糟糕的是，就在这时候，我们的头上还传来了一阵咳嗽声。我抬头朝着出口看去，便看到三胖那小子正蹲在地下室的出口处，朝着我们俩好一通坏笑。不过幸运的是，三胖的咳嗽声也让罗琳清醒了过来。他一下子推开我，随后羞红着脸，低着头便朝着楼梯跑了过去，离开了地下室。待到罗琳走远，三胖才重新爬下了楼梯，站到我面前，笑得合不拢嘴儿。那天晚上过后，虽然张默和林千怡还在飞回台北的飞机上，但我和三胖两个人却已经能够肯定，罗琳家的凶宅事件已经就此结束了。有两件事情可以作为我们做出如此推断的证据，其中第一件事情便是那幅被诅咒的油画上的变化。在被我破解了诅咒之后，油画上伊藤俊二一家的全家福已经完全改头换面，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首先是画里的人物发生了变化，原本站在伊藤俊二左侧的那个高山族女子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其次则是油画里全家福的背景也从原本简陋的地下室变成了别墅正厅的模样。如今这幅油画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全家福，再也看不出有什么诡异的地方了。第二件事情则是我们终于能够顺利地把油画从别墅中带走。曾经一被带出别墅，油画就会消失并且自动回到别墅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有鉴于这两件事情，在张默他们返回台湾之后，他也同意了我们的推断。不过在亲眼确认了我们平安无事之后，张默却还有一个疑问，要解开诅咒就必须要对那女鬼的尸体进行
镇邪法事。但当时张默正和林千怡正远在日本，那么究竟是谁替他对女鬼的尸首做了法事呢？对这个问题，张默百思不得其解，他甚至都有些怀疑，要么其实我也懂得道法之术，只是一直隐瞒着大家而已，要么就是当时在别墅里还有一个高人在场，是那个高人替我们破解了诅咒。张默的猜测顿时让我忍俊不禁，沈笑失声，因为我实际上连半点道术都不会，而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高人在场相助，真正要感谢的其实还是张默才对。事实上，我当时能够解开诅咒，都要归功于张默曾经留给我的那张保命灵符。要不是我那时候突然想到还有这张张默强力推荐过的拥有强效驱邪作用的保命灵符没用，或许我和罗琳就已经死在那间别墅的地下室里了。听到我竟然把那张价值连城、蕴含了他精血的灵符就这么用掉了，张默的脸上顿时有些肉疼啊。只是他也知道，这一次我们会发生意外，都是因为他判断错误的缘故啊。因此，张默也只有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我头脑灵活。张默的想法，我自然看得一清二楚。这让我对于他这次多次借机和林千怡亲近一事，也算是稍稍出了口气。事件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与事件有关的谜团还有几个尚未解开，那就是这次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为何？那被埋葬在别墅地底的女尸又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她竟然会有能力以鬼魂之体自己依附在了油画上，让油画成为了诅咒之物？抱着疑问，在张默他们回到台湾之后没多久，我们拜托 Z 先生带我们去拜访了几座与原住民和日据时代有关的档案馆，才发现了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伊藤俊二一家的别墅其实是推倒了一座原住民的住宅之后，在原址上重新建造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那栋原住民的住宅曾经的主人其实是一个在本地原住民部落中赫赫有名的女祭司的，而这位女祭司也正是我们在油画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在得知了那个女人的身份之后，张默便有了一个猜测，他认为高山族崇拜灵魂，部族中的一些祭司或许也掌握了一些古代的灵魂修炼之术，这使得他们的灵魂变得远比常人还要强大，即使死亡之后仍能对阳间所发生的事情抱有一定的意识。或许当这位女祭司的土地被日本人强占，祖屋被伊藤俊二拆毁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产生了怨气，这股怨气使得他从一个鬼魂变成了鬼物，并且主动依附在了伊藤俊二的油画之上，开始对这栋别墅里的住客施加起诅咒，甚至就连伊藤俊二一家诡异的死亡也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女祭司所下的诅咒。解开了所有的谜题之后，我们在台湾的任务终于全部完成了。不过依照当初的计划，我们并没有立刻返回大陆，而是和当初说的一样，又在台湾逗留了1周的时间。在 Z 先生和罗琳的陪伴下，我们游览了台湾的大部分景点，也算是彻头彻尾的放松了一回。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终于我们还是到了必须和 Z 先生他们道别的时候。临上飞机的时候， Z 先生因为担心狗仔队的原因，只能早早的在酒店里和我们道了别，因此最后只有罗琳一个人送我们去了机场。但是在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罗琳却似乎有什么心事似的，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一直到了机场安检口的时候，罗琳才振作了一些，微笑着和众人一一握手，感谢我们为他们一家在这段时间里的努力。不过在和我道别的时候，罗琳却突然握住了我的手，一句话都不说。见状，张默突然对我说：“子娇，我们先进去了，罗小姐好像有话要和你单独聊聊。”等等，我刚想要出声阻拦，
罗琳却突然挡住了我的视线道：“四九，我的确有许多话想和你说。那个……”我看了一眼已经进入安检口的张默他们，只能放弃了之前的打算，转而问他道：“阿林，你想说的是什么？”“对不起，明明有许多话的，可我现在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好吧，老实说呀，其实我也有些话想对你说。”我尽量保持微笑道。“说什么？”罗琳也对我笑道，笑得很是开心。“我会想你的。”我努力挤出了这句话，心脏如鼓点一样快速跳动了起来。“谢谢，和你们一起经历的这段日子，我一定会终身难忘的。”罗琳的眼神变化了，不过我更希望能和你再多经历一些事情。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阿林，你也知道我其实不是道士，我真正的工作其实远比这次经历的还要危险，所以我恐怕……”“我知道，我早就猜到了。”罗琳虽然一直在笑，但我总觉得他的情绪并不高。从你们知道那么多事情看，我想49你真正的工作其实说不定和黑衣人差不多。黑衣人？我有些没听明白。“一个电影里的角色，那些黑衣人都是政府的秘密特工，专门对付外星人的。”罗琳解释道。“是这样啊，好像是有点。”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差点泄密了，连忙改口道：“抱歉，关于工作的事情我不能说。”“没关系。”罗琳看着我说，“我只希望你有空的时候能再来台湾看我。”凝视着罗琳的眼睛，我沉默了片刻，才说道：“我会的。”接下来罗琳没有再说什么。我看了看时间，距离登机开始的时间已经没有多久了，便一咬牙，狠心和他道了别。正当我走向安检口，拿起行李，正准备交给安检员检查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罗琳在喊我的名字：“49。”等我回过头的时候，便见到罗琳已经扑进了我的怀里，她抱住我的脑袋，在我嘴唇上深深吻了下去。从台湾回来之后的1个多月，我可以说是相当憋屈。这次去台湾，我们虽然顺利解决了一次诅咒事件，并且成为了749局历史上头一次顺利成功破解诅咒之物的人员，可我们在事件解决之后，为了有时间在台湾游玩，而刻意向局里隐瞒事件进展的举动，却不知怎么被局里给发现了。起初张默他们还想狡辩几句，可当王军当着我们的面从卫星电话里拿出了窃听器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局里的监视之下，百口莫辩之下，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局里的处罚。这里所说的处罚当然不可能是什么体罚了，只不过比起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倒还真宁愿他们给我们点体罚算了。这1个月来，我们4个人几乎承担了整个调查处所有的日常工作，除了负责处理各个科室的文书打印和复印工作之外，甚至连局里各部门办公室，甚至包括厕所间的清洁卫生工作都扔给了我们。到头来，好端端的一个调查处3科差点没变成后勤科室。而最让我感到憋屈的是，作为这次处罚的直接始作俑者，张默却是屁事儿都没有。因为顺利破解了一次诅咒，他如今在局里的地位愈发巩固，赫然成为了灵异类事件的王牌调查员。另外2个科室一有遇到灵异类的事件，便争着抢着要他帮忙，因此到头来局里给张默这家伙的处罚，就是让他把外出游玩期间积累下的灵异事件全部解决。这种处罚根本就和没给一样啊！另一件让我有些憋屈的事情，就是林千怡对我的态度了。那天我和罗琳在机场吻别的时候，其实张默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一旁的安检口附近偷窥着我们。
在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被他们看到之后，我原本还有些担心林千怡会不会为此而吃醋，可结果我却发现林千怡好像对我和罗琳吻别的事情丝毫没有半点想法似的。别说吃醋了，回到局里之后，他反倒是还和张默他们一起经常用这件事情来调笑我，搞得我心里郁闷的不轻。这一天，我、三胖还有林千怡3个人正推着清洁车从王军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刚把手机拿出来，还来不及看是谁打的，就听见林千怡忽然对三胖说道：“小朱，你猜这电话会不会是罗小姐打的呀？”“有可能哎，或许是罗小姐想他了呢。”“林姐，三胖！”我不满地叫了一声，正想对他们解释，我当初给罗琳留的只是卫星电话的号码而已，根本不是现在身上这部手机的时候，我却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号码我竟然没有见过。我顿时觉得有些奇怪，我在加入749局之后认识的人的电话号码基本都存在了这台手机里，因此如果是我认识的人的话，手机上理应会显示对方的名字才对呀。而既然现在手机上没有显示名字，那就说明这个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打给我的。可一个陌生人怎么会有我的号码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749局里给我们这些调查员配备的手机号和一般市面上的手机号并不一样。如今市面上一般人使用的手机号码都是11位长度，可我们749局所配备的手机号却是一个特殊的9位号码。因此除了我们主动将电话号码报给别人之外，几乎不会出现有陌生人拨打了我们的手机的情况发生。想到这儿，我又看了看手机上的来电区号，发现这通电话好像是从湖北那边打过来的。湖北吗？我在那儿有认识的人吗？想了一会儿，我忽然一拍脑门，骂了自己一句：该死！江开的父母和他女儿不就是住在湖北那块吗？我怎么会竟然把他们给忘记了？江开，那是我曾经在拍卖行工作时的同事与死党，在佛像事件中，江开替我挡住了一劫，惨死在了佛像手中。因此一直以来呢，我都对他感到有愧。在加入749局之后，便曾经去过他的老家一次，见了江开的父母和他留下的唯一一个女儿。在那次拜访的时候，我的确曾经留下过一张我的名片，那上面就只有我的手机号码。因此这通从湖北打来的电话可能也只可能是他们打来的。仔细想想，自从我上次休假时去了湖北一趟之后，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们。虽然这期间我一直有给他们打过钱，却也不知他们究竟过得怎么样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有些担心，那就是江开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他们会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不定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于是我便立刻接起了手机，手机那头似有些沉，我堵住一只耳朵，对着电话喊道：喂，我是049，是江叔叔吗？小林嘛，我是你江叔叔啊。只听电话那头说道：哎呦，小林啊，你这电话怎么是9位的呢？要不是这电话号码能打通，我都要以为是你这名片印错了。江叔叔，这事儿以后给您解释。您怎么会想到给我打电话呢？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还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要钱的话您尽管说，我立刻给您打过去。江父在电话那边客气了：不用不用，小林，你说你呀，每个月给我们打那么多钱干嘛呀？我们这边的钱都够用了，不需要你再打钱过来了。那江叔叔，您这边到底是啥事啊？电话那头的江父突然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有什么难处，
却又不愿意麻烦我的样子。见状，我又说道：“江叔叔，你有事就直说呀。我以前说过，我的命是江开救的，所以这辈子江开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您就把我当您的儿子，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就尽管说，别有什么顾虑。”江父在电话那头犹犹豫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对我说道：“小林呐，江开的事情也是他命不好，我们怎么会怪你呢？你也不用一直记在心上的。只不过这一次我的确是有事想找你帮忙。行，您尽管开口。”好，那个我就是想问一下，小林你是不是警察呀？警察？我起初有些糊涂，不过随即就明白了，因为无法公开749局的身份，当初我留给江开家人的那张名片用的是公安部里的名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身份是公安部下属刑侦局的警员。于是我对他说：“是啊，江叔叔，我现在是公安部刑侦局的，怎么了？”“公安部啊，那是不是比派出所还大了？小林你可真不得了啊，现在都成政府了，厉害，真厉害呀！”江父先是感叹了一会儿，才定下了心，对我继续说道：“既然这样，那叔叔也不瞒你了，小林呐，这次要你帮忙的其实不是我，而是小丽丽，她这边出事了。”“小丽丽？那不就是江开的女儿吗？”江开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江丽丽，今年应该还在上小学，不过我记得她现在也不过才2年级吧。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能出什么事啊？竟然还需要找警察帮忙呢？我有些疑惑地问了问，电话那头的江父却对我说：“哎，小林呐，这事情电话里可真不好说，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啊？”我挠了挠头，有些苦恼道：“这个江叔叔，我这边的工作是很难请假的。如果你不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恐怕很难立刻赶过来，真的是不好说呀。小林呐，你应该也听到周围的吵闹了吧？我现在打的是公用电话，真的不方便。”到底是什么话？在外面说竟然不方便。我对江父的吞吞吐吐不禁有些反感，可转念一想，也知道江父不是恶人，他会这么做一定是有什么苦衷，而且这次的事情既然与江丽丽有关，那我就更加不能不管了。江丽丽是江开在这世上留下的唯一骨肉，她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置之不理。想到这儿，我便在电话里答应了江父的要求，决定去一趟湖北。问清楚了他们现在的住址之后，我挂断了电话，心里却想着一会儿该怎么和高亮请这个假期。毕竟眼下我们3科的人除了张默之外，身上都还有处罚没有完成，这种情况下我又要为了私事请假，也不知道高亮会不会批准。正当我为请假的事情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却忘了在我身边还有三胖和林千怡2个人，叫我心事重重地挂了电话。他们立刻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林千怡关切地问：“四九，你是要出远门吗？”我回答：“江开的家人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需要我立刻过去帮忙。”听我把刚才电话里听到的内容讲述了一遍，三胖倒是没有什么惊讶，因为他觉得江开的家人找我，其实很有可能是想要借我身上的警服一用。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啊，什么都要讲关系的啊！我看那家人呢，多半是因为你留下的那张名片，就以为你是警察了。农村人分不出官职大小，只要是警察，就以为是大官了。他们多半是想要你出面替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不过，我却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有事要帮忙，直说就行了呀，为什么非要说江丽丽出了事？江开的老爸也不像是那种喜欢依靠别人的人呢。当初我给他们钱的时候，他们都拒绝了老半天才接受啊。
会不会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啊？那种年纪的小孩要说真是出了什么事，也只可能是学校里的事情了。三胖又猜测道。我摇了摇头，说不管怎么样，湖北那边我是非去一次不可的。见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他们也不再多问。三人把清扫车还掉之后，林千怡便主动陪着我一起去找高亮请假。在高亮的办公室听了我请假的理由，他倒是也和三胖一个想法，觉得江开家里人多半是想要拉着我的警服扯大旗，好办些有什么有求于人的事情，却我最好少掺和这种事情。每个月给别人生活费就够了，用不着再卷入那些人情世故的复杂事当中去。我虽然知道高亮和三胖两个人的话都有道理，但依旧还是要坚持请假。见到我态度坚决，高亮只好给了我个台阶道：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批你7天假期。不过四九，上次你们去台湾玩了1周，这次你又要请1周的假，等你回来，我可会给你一堆事情去做，到时候你自己可要有心理准备，别给我叫苦叫累。我立刻回答：放心吧，高科长，到时候你就算是让我再去一次北极，我也不会有怨言的。我的话让高亮笑了一笑，他随即便拿出了请假单，让我自己去填。正在我拿起笔在请假单上填写必要的请假内容的时候，林千怡忽然对高亮说：高科长，我也想要请一个假。你也要请？千怡，你是要去见千然吗？高亮问。林千怡说：不是，我是想陪49一起去看看。我愣了一下，一时有点没有反应过来。林姐，你刚才说要和我一起去，是这意思吗？是去湖北吗？是啊。49，你不乐意吗？我忙不迭地摇头道：不，你能一起去再好不过了。另一边，高亮也没有问林千怡忽然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请假单，随后对林千怡说道：千怡啊，你要请假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和49一样，这次请好了假期之后，你也必须和他一起完成之后布置给你们的任务，要不然你每年固定的几次探亲假就要延后了。你有问题吗？没有。林千怡提起笔，直接在请假单上写下了名字。就这样，第2天一早，我和林千怡便坐上了前往湖北的飞机。在飞机上，趁着休息的时候，我问了林千怡一个自己想了1个晚上也没有想明白的问题，那就是这次去江开家只是我自己的私事，可为什么他却要陪我一起去呢？结果林千怡告诉我，他是担心我很少接触这种人情世故，怕我被人骗了，才要主动陪我一起去。归根到底呀，他这个做姐姐的担心我这个弟弟被人利用。我听了林千怡的话，反问他道：林姐，要论人情世故的话，你应该也不比我多知道多少吧？傻瓜。林千怡笑了笑，忽然问我道：49，你觉得我漂亮吗？我一下子有些结巴道：林姐，你怎么问我这个？漂亮？你当然漂亮了。既然你也觉得我漂亮，那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社会上漂亮的女人更需要对人情世故有所了解，因为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容易被人刻意刁难。所以我当初在成为调查员之前，局里专门给我上过一些怎么处理人情世故的课程。原来是这样啊！听了林千怡的解释，我顿时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心底里，我对于刚才我问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另有一种期望，那就是我希望林千怡会和我一起去湖北的原因，是出于希望能多和我相处的念头。可搞了半天，原来他还是因为姐弟之情，才和我一块儿去湖北的呀。因为林千怡的答案，在之后的旅途中，我一直都有些闷闷不乐。就算明知这次旅行是我进入749局之后难得的一次和林千怡单独相处的机会，我的情绪也高涨不起来。好在当我们下了飞机之后，一条来自三胖的短信把我心中的苦闷稍稍扫去了一点。在这条短信上，
3胖写着刚刚从外地执行任务回来的张梦，在知道林千怡竟然和我2个人单独外出，并且要1周之后才回来的消息后，立刻暴跳如雷地冲进了高亮的办公室，想要打听我们2个的下落，结果却被高亮扔了一点新的任务到他头上，把他直接给轰了出去。看到这条消息，我顿时乐得不行啊！之前的不爽也一扫而空。江开的老家原本是在湖北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没有机场，下飞机之后还要坐半天的汽车。但昨天在电话里，江开的父亲却给我留了一个省城里的地址，让我直接到这个地址来找他们。因此下了飞机之后，我便直接打着出租车来到了那个地方。江开父亲给我的地址是省城里的一个老式居民区，循着他给我们的门牌号，我和林千怡2个人很快便找到了一栋居民楼的2楼。敲了敲屋门，我正猜测这究竟是哪里的时候，从门里传来了江父的声音：“谁呀？”“江叔叔，是我，林49。”哎呦！门背后传来了一阵惊呼，紧接着房门便被江父打开了。看到我竟然那么快就来了，江父脸上顿时是又惊又喜，忙客气的便招呼我进来。进了门里面，看摆设就是一户再普通不过的2室1厅的房子，装修也都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的装修，甚至还略有不如。屋子里除了江父之外，还有他老婆，也就是江开的母亲在场。我们进来的时候，江母正坐在客厅里的一方餐桌旁，愁眉苦脸的干坐着。见到我来了，江母先是道了一声好，随后便有些犹犹豫豫、欲言又止的样子。江父在我们背后关上门，看到江母还干坐着，便呵斥了一声：“老婆子，小林来了，你也不知道给他倒杯水呀，傻坐着干啥呀？”江母听了，立刻点头弯腰的想要从位子上站起来，我忙拦住了他，告诉他们不用那么客气。随后我就跟他们说：“叔叔阿姨啊，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事，他叫林千怡，也是公安部里的。听说你们家出事了，他便说也想过来看看，或许有什么地方能帮上忙。”我刚说完，江父就马上对林千怡伸出了双手，便和林千怡握手，便说道：“谢谢，有你们2位在呀，我家丽丽可算是有救了。”早在东海的时候，我就听江父说，他找我过来是因为江开的女儿江丽丽出了事。原本我以为江父所指的很可能只是和江丽丽的生活有关的小事，可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有些警觉，因为从江父的语气上来看，江丽丽出的事情恐怕并不是什么小事，而是与性命有关。可江丽丽不过是个小学生啊，她怎么会有性命之忧呢？我顿时急道：“江叔叔，你别急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丽丽她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江父刚想回答我的问题，话却一下子堵在了嘴边。他张大着嘴巴，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一旁的江母见他这副模样，顿时有些心急，拍了一下他的后背道：“老头子，都什么时候了？既然小林已经来了，就赶快和他说吧。这事情我们除了找小林之外呀，就再也没有人能救丽丽了。”唉，江父深深叹了一口气，才说道：“小林呐，我先和你说好啊，一会儿我说的可能有点玄乎，但你千万要相信我们呢。”他们越是这么说，我越是愈发感到有些困惑。于是我说道：“江叔叔，你放心大胆的说吧，只要是我能帮到的事情，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唉，江父再次叹了一口气后，便说道：“其实我们这次找你来，不是别的，都是为了丽丽那孩子。你说她小小年纪，怎么就这么命苦呢？不但没了父母，现在又遭了这个罪。”我一皱眉，看江父迟迟都说不到重点，便打断他问道：“叔叔，
你别怪我没礼貌啊，你说了那么多，丽丽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江父看了我一眼，方咬牙道：丽丽她被人给诅咒了。江父说出来的话让林千怡大吃一惊，而作为一个多月前才从诅咒手中死里逃生的人，我更是被他所说的话吓了一大跳。诅咒？江叔叔，你确定你说的是诅咒吗？是啊，小林，你们可千万要相信我呀，我们两个不是在搞封建迷信，丽丽她真的是被诅咒了。看到江父可能是误会了，我忙摆手道：啊不，我们当然。我嘴里最后的相信两字尚未说出口，林千怡忽然拉住了我。只见他对我摇了摇头，又使了个眼色。和林千怡相处久了，我也看出他是什么意思，便闭上嘴让他来说。林千怡便对他们两位说道：叔叔阿姨，49虽然和你们关系不浅，但诅咒这种事情我想你们也知道，普通人都很难相信呢，更何况是我和49这样的警察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说的再详细一点，你们的孙女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让你们觉得她被诅咒了？林千怡话音刚落，江母便插嘴道：对，老头子，这个小女娃说的有道理呀，你就把整件事情好好说给他们听听。除了小林，我们家丽丽现在还能指望谁？江父长叹一声，便有些自责地说：说起来，这都要怪我呀。如果当初不是我提出要让丽丽来大城市念书，丽丽她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啊。来大城市读书？我感到疑惑呀。江叔叔，莫非丽丽现在就在省城里读书吗？可不是嘛。江父指了指周围说：不但是丽丽，我们也一块搬到城里了，就连这房子都是我们为了丽丽买下的。原来因为江开走得早，江父和江母便把对于江开的爱完全转移到了他的女儿身上，希望江开的女儿以后能有出息，给他九泉之下的老爹争脸，不要再像他们一样一辈子都是个农民。而对于农村人来说呢，要想改变子女命运的最好办法，那就非读书莫属了。于是趁着这一次丽丽到了要上小学的机会，两位老人就打算给丽丽挑一家好学校。恰好在这时候，两人打听到这几年省城里为了刺激房地产的消费，推出了买房送户口的政策。听到这个消息，两位老人合计了一下，立刻便决定在省城里买一套房子，好让丽丽可以去省城念书。毕竟比起仍有些落后的农村，省城的教学环境更好，只要能在这里读书，丽丽将来就算考不上大学，以后也能有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就这样，两位老人便把农村的田地和房子全卖了做首付，再加上用我每个月寄给他们的生活费还房贷，刚好可以在省城买下一套二手房，也让丽丽有了在省城的小学里读书的机会。说到这儿，江父顿了一顿，对我说：小江啊，你可别怪我们乱用你的钱呢，这也都是为了丽丽。我摆了摆手说：叔叔，你别这么说呀，我寄给你们的钱呢，本来就是用来改善生活的，能够帮到你们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继续说接下来的事吧。你不怪我们就好啊。江父继续说：丽丽这孩子打小就比别家的孩子聪明懂事，上了学之后呢，老师也说她学习好，还让她做了一个小队长，年底期末考试的时候还拿了个全班第5名，我和我老伴儿都替她感到高兴。本来以为丽丽以后在学校里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可谁想到今年夏天暑假刚过，在丽丽的身边就接连发生了怪事。她的班上
竟然不断有学生发生意外。我忙问江父是什么意外，可接下来他所说的内容却让我和林千怡两个人听得目瞪口呆。第一起意外就是发生在新学期刚开学的第一天，当时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丽丽和她的同学们刚刚离开校门，一个班级的学生都集中在人行道上等待着过马路。就在这时候，却有一辆在马路上疾驰的面包车突然失去了控制，撞到了人行道的路肩上，发生了侧翻。因为当时正好是红灯，学生们都躲在人行道上，所以并没有人被车子撞到。可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车祸时，学生之中却忽然有人尖叫了。众人回头一看，才发现有一个女学生竟然没有了脑袋，满腔热血正从这个学生的身体里如同泉涌一样喷了出来，弄得周围的学生全部都是一身的血。后来根据交警鉴定，才发现这个女学生竟然是被面包车的保险杠切开了头颅。在发生车祸时，面包车上的保险杠被弹了开来，如同一把利刃一样，不偏不倚地从这女孩颈部划过，把她的头齐颈割了下来。这起事故发生之后，不只是丽丽，现场的所有同学都受了相当大的刺激。学校为此不得不让他们在家里休养了几天，才重新让这些孩子回来上课。可谁知道，就在这时候，第二起意外便发生了。这一次的意外同样发生在放学的时候，发生意外的人又恰好是丽丽的另外一位同班女同学。这位女孩在放学回家经过教学楼的时候，突然被楼上飞下来的一把扫帚砸中了脑袋。普通情况下，一个人就算是一个孩子，就算被扫帚砸中了，也顶多只是有些疼而已啊。可诡异的是，在这个女孩被砸中的时候，她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正好抬起了头，而且巧合的是，那把扫帚从天而降的时候，正好是坚硬的扫帚杆朝下，结果这个女孩的眼睛直接就被扫帚杆给刺穿了，在救护车赶到之前便伤重而死。事后校方联合警察调查之后才发现，当天落下的这把扫帚其实是因为楼上某间教室里两个高年级的男生打闹的时候无意中才扔出窗外的，因此整个事件到头来也依旧只是一起意外而已。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当天晚上，江丽丽便开始变得有些古古怪怪。平时在家里一直爷爷奶奶叫个不停的她，当天晚上却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不但如此，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她竟然还把自己给反锁在了房间里，任凭江父江母怎么劝都不肯出来上学。起初江父江母还以为丽丽是因为短短不到1周的时间，身边竟然有同学出事而受到了些刺激，害怕上学。可当他们耐着性子劝丽丽不要害怕，好好去上学的时候，却突然听到房间里的丽丽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不要去上学，我已经被人诅咒了，去上学的话我也会意外死亡的。丽丽这句话把江父和江母吓了一大跳，他们连忙一边安慰着丽丽，一边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丽丽就告诉他们说，自己和之前2位死去的同学一样，都是被人诅咒了，他们2个人会死就是因为诅咒的缘故。而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轮到丽丽发生意外了。江父江母2个人都是农村人，原本就比较相信这种鬼鬼神神的说法，再加上丽丽打小就没有说过一次谎，因此他们对于丽丽的说法自然是坚信不疑。于是老2口因为担心孙女出事，便真的让她留在了家里，再也没有去上过1次学。可这样一来，学校那边却又不干了，先派了丽丽的班主任过来打听了一下孩子的情况之后，学校这边就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么老2口赶快把孩子送回学校读书，
要么就让丽丽转学。对于学校给他们的选择，老两口很快便陷入了矛盾中。他们既不想让丽丽去上学而丢了性命，又舍不得让丽丽从这么好的学校中转走。于是老两口一合计，便由江父出面去学校找了老师商量。在他们看来，如果学校知道丽丽不能来上学是因为诅咒的缘故的话，或许就能同意暂缓让丽丽上学的要求了。只不过他们却忘了，他们作为丽丽的爷爷奶奶，对丽丽的话可以深信不疑，可是在其他人眼中，丽丽所说的什么诅咒之类的话，却不过就是小孩子说的胡话罢了。因此不出意外的，学校直接回绝了江父的要求，并且再次强调至多1周，如果1周之后丽丽还是不来上学的话，那只能由学校出面强制给丽丽办理退学手续了。这一下可把江父给急坏了，他见学校不相信，便索性去了派出所，把丽丽说的话告诉了警察，希望能由警察出面来证实诅咒的存在，好让学校相信诅咒的事情。毫无悬念的，江父的这一次尝试自然又失败了。别说警方这边已经把2起事件定性为了意外事故，就算2起事件的性质还没有被定义，警方也不可能会把这2起事故朝着诅咒的方向去考虑。警察这边帮不上忙，学校那边又催得紧，丽丽这里还是依旧害怕去上学，走投无路之下，江父便想到了我。听到这儿，林千怡便问道：江叔叔，所以说你们找49来，其实是要拜托他去学校里给你们说情？江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也不是说情啊，只要49能和我们一块儿去学校替我们做个证，好让学校相信丽丽的话就好了。学校里的人可以不相信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可你是警察，你去说的话，他们总归要给你们一些面子吧。林千怡说：您是想让学校相信之前的2个孩子和丽丽都是遭到了诅咒吗？可让他们相信了之后呢？相信了之后，江父回答道：只要学校这边不催着丽丽去上学，我就去乡下找几个道士来给丽丽看看。不瞒你们说呀，我在农村见过一些道法高深的道长，他们一定有办法解决丽丽的事情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